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我们要去签字过户的日子，我们要买房啦！人生中买的第一个大件儿。我们现在呢是要到那个 Escrow 的办公室去签字，然后签字之后呢就过户了。耶！之后带大家去看我们的新房子。开心哦！开心的小脚。Hello， 大家好，今天呢已经是我们签字的后一天了，因为昨天签字是在大概中午的时候签的嘛，他要把它登录到那个成功过户呢，又要再等几个小时，所以他等到他完全过户是下午5、6点了，然后我们才拿到钥匙，所以今天就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房子啊，好激动！我们先从院子开始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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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现在来我们房子的这个院子外面。我们当时看上这个房子呢，就是非常喜欢它的院子，因为它有一个前院、侧院，还有一个后院。走进来之后，这里呢就有一个前院的小院子，然后里面种了各种各样的植物。但是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呢，那个 home inspector 就是他房屋检测员吧，给我们说的，其实像种这种铁树啊，然后像这种 palm tree 啊，其实都是对房子的结构会有害的，特别是它靠近这种围墙，所以他建议我们是要把它砍掉。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纠结之后要不要把它砍掉，因为这个 palm tree 之后会长到像我们邻居旁边这么高，等到这么高可能就有点麻烦了。然后这是这个小院子，然后这些树它都是会开花的，就今天我们有一个帮我们要修缮房子的人，然后他说这个会开小黄花。然后这边是我们昨天查了一下，好像是粉玫瑰吧，应该是玫瑰或者说月季。当时走进来就看到这个小院子，这个门口的这个玫瑰，我就觉得哇，太幸福了。然后走进来之后呢，这就是房子的大门。其实这个房子的门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这边有个铁门嘛，然后这里才是正式的大门。所以之后我们可能会打算把这个木门换成是玻璃门，就是我希望它整个房子是透的。走过来之后，旁边这儿还有一个窗子，是我们的一个过道。是整个房子的过道，是不是迎面看到的这个窗户就觉得非常的治愈？哇，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房子的结构。然后再往前走呢，这儿还有一个小房间，但是我们打算把它打通，应该之后会打通啊，然后让它跟这个客厅相连，就不是一个房间了，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房间很鸡肋，没什么意义。然后这里呢就是有一整个弧线型的窗户，然后这边呢就可以进我们的前院，然后刚刚这个门呢也可以进前院，所以整个房子还挺四通八达的，我觉得很舒服。然后这整个客厅呢是从早到晚上，就天黑之前都很明亮的。然后再往这边转呢，就是我们的厨房。然后它的厨房这里有一个我跟汤圆一直以来买房都非常想要有的东西，就是 fireplace， 它是有真的火的那一种，只是它的现在的种类呢是属于 gas， 就是用煤气的，不过也已经很好了，就我觉得比假火好，因为我跟汤圆真的很喜欢真火。然后厨房也是通的，就通到刚刚我们进门之后左转的一个空间。就它整个客厅其实就四通八达的那种嘛。然后这个厨房呢，我们是打算要把它彻底的砸掉的，
重新换一下，然后格局可能我们也会重新去换，因为它现在的整个柜子，就我感觉柜子有点老了，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你看它的这个涂的这个漆都像是后来就重新上的色，就它原本可能不是白色的，然后再加上有点老了，你看这样碰过来声音也很大。就我自己的房子，我希望它总体用起来会比较安静，比较舒适嘛。就比如说现在很多橱柜都是那种很安静，轻轻扣上那种，所以我就喜欢那一种。然后我很喜欢的就是它这边的这个角落的窗户，其实每天在那做饭呀，然后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走到这边再看看这个厨房的样子，就之后应该就会彻底改造完成。然后这个空间呢，它就是跟刚刚客厅的那个 fireplace 是通的，就它等于说是一个两面的 fireplace， 我就更喜欢了。昨天晚上我跟汤圆其实偷偷来了一下，就虽然天黑了，但是还是很想来看一下，然后就把这个 fireplace 给打开了，然后瞬间整个屋子里面就很温暖，就还挺舒服的。然后再走到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侧院。然后这里侧院通到刚刚的那个前院，所以这个侧院的区域呢，我打算之后把它作为是我们的一个 outdoor kitchen， 然后可以放一些那种 barbecue 的东西啊，然后做一些中式爆炒啊等等的时候，可以在这儿做，就还挺不错的。整个空间，然后这个院子我们应该也会改造一下，我觉得现在有点乱，然后植物啥的应该有些该拔的就要拔掉。然后这些房子你看前屋主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特别喜欢黑，然后他就把很多的这些墙都刷黑了，就真的整个这个房间就会暗很多。所以我们也已经找好人要来油漆，没错，我们昨天 close， 我今天就已经找好人要来搞了。然后刚刚进门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刚刚进了门嘛，然后就直通到 living room。然后现在我们先看一个小的卧室吧。这个小卧室呢就在侧边，然后旁边这里有一个收纳的空间，就很老式的美国的收纳空间，我觉得有点老气，我可能之后也会把它换的稍微现代一点吧，这个门。然后前面是一个小的浴室，我觉得总体的采光也很不错，因为它有个很大的窗户。这个浴室我们肯定要改造一下，就因为我感觉前屋主也没怎么打理它，就看着脏脏的，然后重新的弄一下，这里就非常的普通了。然后再转过来这边呢就是一个小卧室嘛，然后那个小卧室它就是看到的是我们刚刚去的那个前院。然后呢它的房间大小就还好，我是打算把它作为是我的一个衣帽间的，就我跟汤圆的衣帽间，因为它正好是在大门的旁边，这样你换好了衣服换好了鞋立马就可以出门，我觉得就还挺不错的。颜色太丑了，是绿绿的，真的是再看一次这个客厅，哇，太舒服了。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我们的主要的卧室，是在这儿。然后再往前走呢，先去看这个 garage 吧。你看从这儿走的时候还有一个窗户，哇，这个房子采光太好了，我真的很喜欢采光好的房子。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玫瑰花直通天际，蓝天白云。然后再往前走呢，这里就是 laundry room 嘛，然后这里有一个就是这种很阴森的 closet， 我应该也要把它重新搞漂亮点。然后这里是 laundry 的地方，然后前面是 garage 现在有点乱啊，因为前屋主留的很多垃圾也在这个垃圾桶这儿，后天才会来收。然后它这个 garage 的话是可以停2辆车的，但因为它安了这个 closet，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就安了个收纳的空间，然后这边也有，搞的这个 garage 就小了一些，所以我是打算直接把它敲掉的，因为大家看它真的也已经很旧了，这个柜子。绕回这个过道走回去，然后走到这儿，大家看到没有？这上面还有一个天井，哇，这就是我喜欢这个房子的地方。我觉得现在好像有天井的房子都很少了，就采光就都不是很好。然后走进来之后呢，这里就是我们的大卧室，我跟汤圆呢就计划拿来睡觉的。然后它的这个大卧室里面也还有一个 fireplace， 哇，真的晚上有时候喝点威士忌啊，坐在这个。冬天吧，夏天不可能啊，就冬天的时候坐在这儿，然后喝点威士忌呀，然后烤烤火呀，真的是很舒适。然后这个
房子我觉得现在目前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个墙是绿的，我应该也会把它弄得就比较明亮一点，因为我喜欢明亮的房子，就整个人心情会比较好。然后这边呢就是会通到刚刚那个前院，就是完全跟刚刚那个客厅的那个前院是通的嘛。等会儿我们再去前院看啊。这里呢是我们的主卫，你看主卫的空间是长这样的。现在它这个柜子我觉得也很老气，而且是这种拼到2个嘛，然后中间还那么大个缝隙，我就打算之后要把它换掉，最好是换成一整片的一个那种石材的吧，会比较好看。然后整个玻璃呢，我也希望它是一整片的。然后这后面呢有一个 closet， 就是这种衣帽间。然后我觉得这个衣帽间呢，目前来说它有点大，所以它有点占整个浴室的空间，所以我也在考虑要不要把它弄小一点，之后找多一点空间给浴室。然后再转过来这里，哇，淋浴房有没有很漂亮？就真的很亮，因为它这里还有一个天井，所以整个的这个洗澡的地方呢都是有自然光的。然后我想说之后把它打造出来呢，我也希望是一个比较自然，然后在这里可以种一些植物的那种，有点像你在热带雨林里面洗澡的 feel。然后整个浴室我也打算应该是要把它整个弄一遍的，因为它现在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做工不是很好，你看这做的凹凸不平的。我找的那个装修的人来看，他就说这种就属于没有认真给你做。然后这边是一个卫生间。好了，我们现在走回客厅，我们来看前院。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当时买这个房子很主要的原因，就除了它整个房子比较好以外呢，整个小区的环境也很好。就在拉斯维加斯有这么多的树，然后绿植你看就种在外头，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小溪，然后小瀑布。而且我们的这个小区呢，它是属于一个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的保护基地吧，所以呢就经常我们都能够看到在这个河这儿有那种鸭子在这种玩，还有这个湖里面有很多鲤鱼，就很漂亮。今天早上看的比较多，现在到了下午好像就看不到了，可能下去睡觉了吧。还有小乌龟啥的，就我特别喜欢这个环境。吹起风来的时候呢，就整个你听到的声音就是那种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因为我们搬来拉斯维加斯之后呢，我们就还挺怀念这个声音的，因为以前在美国东部嘛，就树比较多，然后就经常能听到，就很幸福。然后现在选这个房子呢，也能听到这个声音，我觉得棒棒哒。然后你看这个院子其实不大，但是我觉得够用就行了，因为我不想要就花很多精力在打理院子上。然后这里通过去就是刚刚的主要的那个卧室。今天天气好好啊。好了，我们回房间里说吧。我再坐下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当时买这个房子的过程吧。因为说实话，我跟汤圆看房呢，已经看了有那么2-3年的一个时间了，就是从我们当时搬去纽约开始呢，我们就已经想好说，也是时候可以买我们的第一套房嘛。但问题就是我们搬去纽约之后呢，又发现说我们不是很喜欢纽约，就一直都没找到自己想要定居的地方嘛。然后后来又搬去了费城，又过了1年，然后再搬来了拉斯维加斯。就住了这1年之后，我跟汤圆就决定说那这里是可以定居的，如果买到了合适的房子的话。但大家也知道，就经过了疫情之后呢，美国的房价就是狂涨，而且整个市场呢也是倾向于是卖家那一部分嘛，就买家呢都是属于要去抢房呀，要加价呀，然后不管怎么样都处于一个相对而言比较被动的状态。但我又觉得买房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不希望说自己被 push， 或者说要跟别人去抢一个东西，去买这么大的一个物品。所以我跟汤圆就纠结了一下，说那我们就再等1年呀，然后再看整个市场的情况。本来是打算2025年再买的，结果就在今年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养成了我看房的习惯，所以在今年我们从国内回来没多久，我就有一天看房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一套房。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看了拉斯维加斯很多套房子了。总体来说，就是要不然就是我觉得它的售价，我觉得跟它的整个氛围，我觉得不合，就我觉得它不配卖那么多，就各种各样的不满意吧。就直到看到这套房，就瞬间觉得它的售价也很合适，然后整个房的
结构就非常的好，就现在的新房都很少见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小区环境，等于说沙漠里面的绿洲的一个结构吧。然后再加上有专人去打理嘛，所以你的整个 garden 呀，然后你室外看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漂亮的，就不会有杂草到处长。我就觉得真的非常喜欢，所以当时也多亏了我的 agent 就非常靠谱。就当时我发给他这套房子之后呢，他很快就回复我，之后呢，在当天的可能隔了2个小时吧，我们就立马来看这套房子了。就我们已经到这个房子里面了，然后看了之后呢，正好那个卖家都已经马上要决定说接受谁的 offer， 就在第2天就要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当时看的真的很喜欢，之后就下了 offer， 然后我们就中标了，然后就买了这套房子。就我一般做事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可能想一件事情，要做一件事情，是看了可能长达好多年的时间。因为我真的就考虑要买房之后，从在纽约那一年，这已经3年快4年的时间了。我真的是每到一个城市，我就基本上把那个城市的房子都看了一大遍。就有些人网上看了嘛，然后看的不错的有 open house， 我都会去看。有时候去旅游吧，就比如说之前去什么 Texas 呀，然后去西雅图啊，就只要途经的地方，我觉得不错的，我也都看了房子。就这么看了那么多年，然后再买这套房子呢，就是在一瞬间决定的，就觉得还挺神奇的。然后再加上因为这是我们的第1套房，然后也是第1次装修房子，所以如果有任何朋友有关于装修的想法，或者说之前踩过的坑想给我的建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就在这里提前谢谢大家了。然后关于这个房子的装修的过程呢，我也是打算完全跟大家记录下来的，因为我们是有留了将近2个多月的时间吧来装这个房子，然后我们就可以搬进来了。开心开心开心。那好了，就今天先聊到这儿吧，然后之后反正我再发 vlog 跟大家更新进度吧，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before and after。那我们下视频再见，拜拜。